飞龙在天。力道不错，可惜破绽太过明显。Welcome to the new world. 拳皇大人，为什么你10年如一日教我打拳，却始终不愿让我见一眼你的真容呢？等时间到了，我自会摘下面具，但不是现在。好，无论多久，我都愿意等。拳皇大人，您跟夫人已经结婚整整10年了，为何不告诉她您就是拳皇呢？明明他最崇拜的人就是您了呀！好像是拳皇。你不懂，如果他对我仰慕，他就会卑微。我希望我们像正常夫妻一样。不过，他现在也强大起来了，我也该回归了。拳皇大人，您终于要回归了吗？明天，10年一度的拳皇杯，我会给他一个惊喜。竟然是消失了10年的拳皇。10年前，大夏拳坛让我颜面尽失，如今我学拳归来，又得到这拳皇面具。李浩，我要将你拥有的一切，统统都夺走。拳皇大人，不好意思，我钥匙忘拿了。天阙，你亚强，原来你就是拳皇大人。拳皇。我10年前，我跟李浩一起追求沈雅晴，沈雅晴却选择了李浩，如今他却把我当成他崇拜已久的拳皇。我说怎么一直没有你的消息？原来你就是离开拳坛10年的拳皇大人。雅晴，既然你已经知道了我的身份，那我也就不藏着掖着了。以后啊，你不用叫我拳皇大人了，叫我天俊就好了啊。天俊，拳皇大人，我崇拜了你10年，这一日我等了10年，我今天终于得偿所愿。可惜了，你已经结婚了，嫁给了我同父异母的废物哥哥李浩。不，李浩他只是一个会切菜做饭的废物，要不是因为要堵住我爸妈的嘴，我早就和他离婚了。你才是我毕生仰望的星辰，追逐的月光。李浩，看来沈雅晴根本就不爱你。既然如此，你养了10年的这朵白莲花，我就替你笑纳了。老婆，你回来了，饭马上就好。行了，不用做饭了，就放这儿吧。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干嘛？给你买的床？好好的给我买床干什么呀？老婆，以后我们分床睡，你就睡在那儿。好好的分床干嘛呀？我做错什么事了？你跟我说呗。你没做错，我只是怕拳皇大人误会。拳皇大人，你什么意思？李浩，雅强这么多年仰望的人，不是你这个废物，而是我这个名震全球的大夏拳皇李天俊。老婆，难道你忘了吗？我妈是怎么被他们一家人逼死的？你怎么能相信她呢？她根本就不是什么拳皇。够了，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他不是拳皇？当然有，因为真正的拳皇是我。你拳皇，你一个只会洗衣做饭的家庭主妇，你知道什么是大拳吗？你知道什么叫拳吗？这才叫拳。这么绵软无力的拳头，你要是跟我打，你必死无疑。够了，李浩，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你一个家庭主妇，还
还想跟拳皇比拳？你还嫌自己不够丢人是吧？真要是打起来，丢人的只会是他。哎，好了，亚青，你放心吧，我是不会跟他比拳的。像这种弱鸡，我打死他，只会脏了我这双手。听见了没有？同是兄弟，你连天俊一半的格局都没有。这就是为什么你这双手只能拿拖把扫着，而天俊却能带上拳头站在世界之巅。拿拖把和扫帚，沈雅晴，10年前是你亲口和我说的，只要和我平平凡凡把日子过好就够了。你也知道那是10年前啊！哦，10年前我还是个拳坛新手，那时候你入赘我家自然是没什么不妥。但现在已经是10年后，我现在是拳坛高手，你配不上我。你根本就不知道，真正让你仰慕已久的拳皇是我。行了，你还在这儿做梦呢啊！你凭什么是拳皇呀？啊，就凭你只会洗衣做饭吗？就是，你就是做了10年的软饭男，拿什么证明？沈雅晴，这10年里，我隐藏身份，每天教你拳术，直到今天，你的飞龙在天才堪堪圆满。你觉得这个够不够证明？你怎么知道飞龙在天？难道你真的是拳皇？哎，亚青，你不能被他给骗了。你好好想一想啊，这10几年他只会洗衣做饭，他这双手啊，早就被洗碗水给泡软了。他一定是刚刚偷偷跟踪你，偷听了咱们的对话，所以才敢这么肆无忌惮的冒充。也是，这10年他从未练过拳，怎么可能是拳皇？我差点被你骗了。我到底是不是冒充的？你让他接我一拳就知道了。怎么，当年没跟你那个废物老妈一起死，现在找死呀？我成全你。你够了！你想被打散是不是？你承认自己弱有这么难吗？你为什么就不能相信我呢？李浩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天俊说的对，我原本只以为你是不求上进，没想到你还没有自知之明。我现在多看你一眼，我都觉得恶心。滚吧！滚！沈雅晴，难道你忘了吗？20年前，我和我妈被他们一家人逼得流落街头，而今天你要因为他让我滚，你确定吗？你别找那么多借口行吗？行，我这儿有100万，足够养到你退休，好吗？100万，沈雅晴，这10年我对你所有的感情，所有的爱，在你眼里，就值这几个破钱是吗？怎么，你还嫌不够啊？啊，你看看你这副德行，就跟你那死老妈一样。我估计我爸当年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把你们赶出去的。你真是人心不足蛇吞象，你活该！李天俊，你有种把你刚才说的话再说一遍。我以为你有多厉害呢？啊，你自己看看，一拳上去连个印儿都没有啊！李浩，你能不能成熟一点？你这样只会让我觉得更恶心，知道吗？恶心？我希望你别后悔。等一下，把钱拿走。还说的好听，我还跟哈巴狗一样回来要钱。钱我不稀罕，把我妈的手镯还给我。雅静，这个是我妈留给我唯一的东西，我把它送给你。谢谢李浩。真好看，谢谢亲爱的，你真好。破镯子我才不稀罕呢。给。沈雅晴，明天的拳皇杯，我会让你知道，你做了一个多么愚蠢的决定。小二，
我离婚了，帮我发布个通告，明天的拳皇杯，我要比武招亲。太好了，拳皇大人，我这就帮您去办。沈雅晴，明日的拳皇擂台，我要让你看看，你眼中困在厨房里的蝼蚁，才是你日夜供在神龛里的至尊拳皇。哎，雅晴，走，我带你去吃好吃的，别被这个废物影响心情啊。好。各位观众，据本台最新消息，拳皇恢复单身，明天将对拳神杯比武招亲。拳皇大人，竟然有人敢冒充你，太放肆了！10年的婚姻，今天我算是看透了一切。等到明日的拳皇杯，他就会知道他错过了什么。什么狗屁拳皇？10年前那个冠军，可能就他花钱买来的。拳皇大人，我现在去教训他。你在这等着，我去看看。哪来的傻子？哟，还是个美女。10年前，拳皇大人为大夏拿到了世界拳击冠军，你们凭什么侮辱拳皇大人？什么狗屁拳皇？10年前那个冠军，可能就他花钱买来的。拳皇大人明天就会回归拳坛，你们若是质疑，就在擂台上利用你们的拳头质疑，而不是像一个懦夫一样，只会在这里奄奄狂吠。今儿我就侮辱了，你能拿我怎么地？放手！我警告你们了，你们要是再敢侮辱拳皇，我就对你们不客气。哟，大哥，听见了吗？这小美女要对我们不客气。妹子，其实你只要说一句“拳皇只配给我擦鞋”，这事儿就过了。否则待会儿我让你尝尝拳皇能让你尝不到的甜头。你这群渣渣，连拳皇大人的一根手指头都比不上。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？我去！先生，谢谢啊。该说谢谢的是我，没想到都10年过去了，还有人这么维护拳皇。先生，您也是拳皇大人的粉丝？算不上是粉丝吧，一个老熟人。真的，先生，您认识拳皇大人？那您一定帮我引荐一下。你就这么喜欢拳皇？那当然了，拳皇大人呢，不仅拳术高超，更是我见过最正直的男人。整个大夏，所有的拳手都以他为必胜的目标，所有女人呢，都以嫁给拳皇大人为好。不过，自从拳皇大人隐退之后，我找了他整整10年都没找到，所以我只能开设拳馆向他致敬，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在擂台上见到他。所以拜托你一定要帮我引荐一下。明天拳皇杯，拳皇会回归拳坛，比武招亲，你可以去试一试，说不定你不只是见他一面。真的？那我可得回去好好准备一下。啊，先生，我们留个联系方式呗。等拳皇杯结束了，我一定好好感谢你。明天你就能看到我了，回家吧。怎么感觉这个背影好像在哪见过？拳皇大人，那我先去准备您要的东西了。今年比赛他们准备了测力机，您可以测测自己的拳力。行，我去看看，你帮我准备吧。是。李天俊，还真敢来啊！我终于等到了拳皇杯这一天。哎，天俊，你看有测力器，你要不要试试？雅晴，
以我的实力还用测吗？100%第一。我想看。行，既然你想看，那我就露一手。哎，快看，有人要打测力机！既然一下子就打到第一了，3000磅，这怕是一拳能打死一头大象吧？难不成他就是阔别拳坛10年的拳皇大人？既然你们都猜到了，那我也不藏着掖着了。我的身份就是……他可不是拳皇。李浩，怎么又是你？你有什么资格说拳皇大人？有本事你打一拳啊！亚青，我的实力足够证明我的身份，不用跟这种只会吃软饭的废物在这计较。听见了吗？这才是拳皇大人该有的格局。不像你，没有能力还看不惯别人的普信男，只会让人觉得恶心。区3000磅就将你们镇住了。我若是出手，这测力器恐怕都承受不住我的全力。李浩。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？说大话不要闪了舌头。这台测力机足够承受1万磅的全力，就凭你这双砍瓜切菜的双手，能打出1万磅吗？你疯了！你吹起牛来简直是丧心病狂。就是，3000磅已经是人类极限了，谁能打出来1万磅？拳皇大人刚刚也才打了3000磅，你算个屁呀！你们懂个屁！真正的拳皇是我。你。拳皇，你一个吃软饭的废物，在别人家寄生了10年，你敢说自己是拳皇？这简直是对整个拳坛的不敬！什么？吃了10年软饭，还有脸来参加拳皇杯？这个世界上还有你这么个不要脸的男人？李浩，我劝你识相点，赶紧滚，不要脏了这全球拳坛最大的比赛，更不要脏了拳皇大人的眼。沈雅晴，我要是走了，这拳皇杯连开场都无法进行。大伙都听到他说什么了吗？啊，一个废物还敢在这儿妄言自己的去留能够决定拳皇杯？你说说你，连自己的权力都不敢测试，还敢在这儿大放厥词？你这简直是对我、对整个拳坛的不敬！就是，滚出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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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浩，你听到了吗？我给你3秒钟，要么你自己滚出去，要么我把你打出去。李天俊，就这么自信我比不过你啊？今天你要是比得过我，我就废掉我这双拳头，跪下来叫你一声爹。天俊，你不要跟这种人闹上口舌，他连出拳的胆量都没有。好，既然你想看，就睁大你的狗眼看好了，谁才是你日夜供在神龛里的至尊拳皇？爆了！测力计竟然爆了！这一拳居然打出上万的全力，不，甚至可能不止1万磅，这还是人吗？沈雅晴，你要看的我给你看了，你现在相信我是拳皇了吗？还是你依旧认为我这个被困在厨房里10年的厨子是你口中一事无成的废物？怎么可能？你怎么可能有这么强？你明明只会做家务，你怎么可能这么强嘛？对，亚青，他在家里做了10年家务，洗了10年碗，做了10年饭，怎么有如此强劲的权力？
一定是这台机器有问题。对，一定是机器出了问题。别自欺欺人了，沈雅晴，你想过没有？这10年里，你每天最新拳术，当你练拳的时候，我在干什么？这10年，我每天都有一半时间在外练拳，的确没有关注过李浩。难道他真的是？雅晴，你别听他的，你自己也是练拳的啊。拳术不是靠10年抽出的空余时间就能达到如此至臻境界的。10年的确不够，但在10年前，我就已经将我的拳头磨练至极致。我这一拳，起码有30年的功力。你拿什么跟我比？这李天俊虽然说3000的拳力确实厉害，不过在这上万磅拳力的面前，怕是连渣都算不上吧？哎，你刚才不还自称拳皇的吗？现在怎么不说话了？李天俊，刚刚不是你自己说了吗？我如果打出1万磅的话，你就自断拳脚，下跪道歉，愿赌服输，跪下吧。就是，愿赌服输，还不赶紧自断手脚，下跪道歉？下跪道歉！下跪道歉！道歉！等一下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根本不可能有人打出上万磅的拳力。李浩，你要真这么有本事，怎么可能在家里的厨房窝了10年，也不肯把你有本事的事实告诉你前妻？天君，可是这测力器显示的确实是万磅力道啊。很简单，这台机器一定是因为承受了我刚才那一拳，所以出现了故障，而他就是在机器故障的时候刚好打了一拳，所以让这本来就濒临崩溃的机器彻底报废。所以李浩只是占了你的便宜。李浩，你庆幸这台机器报废，要不然就凭你这双被洗碗水泡烂的拳，怕是连1磅都打不出来，简直丢人现眼。有道理啊，1万磅的拳力，一般人根本就做不到，一定是这机器出现了问题。原来如此。李浩，刚才不过是机器出现故障而已。如果你真的有这么强的拳劲，早就应该响彻整个拳坛，怎么可能在厨房做10年的饭？我差点被你骗了。信不信那是你的事。自我们昨天离婚之后，你我便不是一路人，我也不需要你来肯定。李浩，你……哎，雅晴，他呀，就是被识破了谎言，在这故作清高。李浩，像你这种软饭的，你就应该找一些富婆，好好的吃你的软饭啊！拳皇杯是硬汉参加的，不是你这种废物能来的。蝼蚁爬住笑容蠢，蛤蟆骨塞论天崩。我这一拳能劈山断岳，而你们却瞪着眼睛说是机器故障。到底是这铁疙瘩自己抽风，还是你们装瞎无耳，拿无知来当金钟罩？真是愚蠢。等一下，你不是说你拳能劈山吗？啊，你今天不是来报名参加拳皇杯的？好，我就破格给你一个机会，你敢不敢跟我在这擂台上一决生死？怎么样？你敢吗？李天俊，你有点太自信了吧？想跟我打，你得从初赛一步一步打上来，才能与我交手。你能挺到决赛再说吧。拳皇决赛那不是跟拳皇对打吗？他这个人怎么敢呀？拳皇决赛，李浩，都到这个时候了，你还在这说大话，让我在决赛挑战你，简直笑掉大牙。李浩，如果你现在认错认输，我不怪你，毕竟你洗衣做饭10年之久，你就是个废物。可天俊可是响彻拳坛的拳皇大人，你打不过他是应该的。可你却为了自己的面子，想冒充拳皇大人的名号，逃避比斗，这样的你只会让我觉得更恶心。恶心？像你们这样一叶障目、掩耳盗铃的愚蠢姿态，才是让我恶心的。李浩，你说什么？来人家，你别管他了。他就是抱着可悲的虚荣，你逼他也没用啊！无药可救。天俊，
咱不勉强他，像这样的垃圾上了台还撑不过你一拳，跟他比斗简直是浪费时间。我们不搭理他。李浩，你听见了吧？不管是在女人面前，还是在所有人面前，你都比不过我。所以以后啊，见了我低着头啊，这就是你的命。慎言谨慎。虎啸深山，弃鹰犬飞。龙潜九渊，何须蝼蚁叩门？一会儿你们会在擂台上仰望我的，真跟你那死老妈一样，只会夹着尾巴逃跑。侮辱我妈？我说的有错吗？啊！当年我妈抢走了你妈的女儿，你妈连屁都不敢放我手，夹着尾巴逃跑，最后为了把你养大，累死了。你说你不是废物，你是什么？你要真有本事，你敢不敢跟我对上一拳？好，既然你找死，那我也不讲规矩了。要死的人是你！何人敢在拳皇杯前闹事？何人敢在拳皇杯前闹事？这不是鼎鼎有名的拳击协会的副会长罗峰，他竟然来了。拳皇杯那是大夏拳击第一盛典，想打拳上擂台上打，若敢私下闹事儿，将被拳击协会永久禁赛。李浩，今天算你命大，我给沈会长一个面子，要不然刚刚那一拳你已经死了。命大的是你，若不是我不想脏了10年一次的赛事，今天就算是沈白山来了，也救不了你。大胆！你是何人？居敢妄议沈会长？我就是罗副会长，他就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，连拳套都没有戴过的废物。一个不会打拳的废物，居然敢在拳皇杯前大放厥词！拳皇杯的保安都是吃干饭的吗？把他给我轰出去！慢着，你想干什么？就算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拳击爱好者，你有什么资格赶我走？难道你忘了拳坛的规矩了吗？李浩，你给我闭嘴！拳皇杯乃拳击协会和各大拳坛大佬共同出资，罗副会长想让谁走，还轮不到你来质疑。慢着，10年前拳击大赛上确实立下了一个规定，凡是拳击爱好者通过正规报名，皆可参加拳皇杯。只是这个规定是拳皇大人定下的，而且只有少数高层知道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李浩，你那是因为这话是我说的。你放肆！这宝座是沈会长特意为拳皇大人回归准备的，岂容你来染指？还不快给我滚下来！你敢染指拳皇宝座，大夏的所有拳手都不会放过你。虽然你我已经离婚，但是你还是会连累到我的。这位置就是为我准备的，我若不做，谁敢做？我虽然不知道你是怎么知道会议内容的，但我告诉你，这拳皇宝座代表着大夏拳皇的至高顶点。你若敢占座，那就是找死，谁来也救不了你。你可以去问问沈白山，这个位置是他准备给谁的。李浩，你闭嘴！沈会长日理万机，你这点小事还用请示他吗？罗副会长，您不用打电话，因为他不可能是拳皇大人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他就是一个吃了10年软饭的软饭男。什么？他还是个吃软饭的？罗副会长，这位是他的前妻。当他入赘之后，得知他只知道吃软饭，所以把他赶出去了。是的，罗副会长，你有所不知，李浩在我家做了10年的家庭主妇，一双手除了能炒菜做饭，就是洗衣扫地，全无事业之心。他绝对不可能是大夏拳坛之父拳皇大人。好，简直岂有此理！你这个家庭主妇，
还没有工作，像你这种不思进取的垃圾废物，还不赶快从拳皇宝座上给我滚下来！即便这个位置我肯让，你们谁敢做，谁要有资格做？当然是我了，我就有资格。你是何人？还不赶快起来！离开宝座，睁大你的眼睛看看，我是谁？拳皇面具，你是拳皇大人。属下恭迎拳皇大人回归，恭迎拳皇大人回归。都起来吧。谢拳皇大人。李浩，你看见了吗？你不管说的再天花乱坠，在真相面前，你的谎言不堪一击。李天俊，你以为你戴上了我随手弃之的面具，坐上了我的宝座，你就是我了？等到真相揭开的那一刻，你就不怕你爬这么高，摔下来粉身碎骨了？可笑！今天我戴上这个面具，坐上这个宝座，我就是大夏毋庸置疑的拳坛至尊。你这个废物，凭什么在这给我大放厥词？竟敢当众顶撞拳皇大人，这就是污蔑整个大夏拳坛，严重者可当场打断手脚，赶出大夏。李浩，拳皇大人已经公布了身份，你不想死的话就赶紧跪下认错，不要连累我沈家和你一样丢人现眼。认错，连累。甄亚强，区区你们一个沈家，还不足以让我大动干戈。至于我的身份，等拳皇杯公开的时候，这个冒牌的拳皇就会败露，到时候你就会从这个宝座上摔下来，弄得粉身碎骨。可别怪我没提醒你。李浩，既然你一而再、再而三的逼我，是你自己找死的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黑豹，在。这是近几年享誉地下黑坛的黑马黑豹，果然不愧是拳皇大人，竟然有如此强者追随。黑豹愿听从拳皇大人差遣。黑豹，我命令你，用你的铁拳给我把这个废物的双腿打断，扔出去。是。听说他之前在大草原上单挑一头黑豹，将其徒手打死。是啊，简直恐怖如斯啊！黑豹，千万不要手下留情。慢着，怎么了？怕了？怕？我的字典里就没有怕这个字。还在嘴硬，黑豹可是地下拳坛的黑马，你一个连厨房都没有出去过的废物，肯定不是他的对手。哎呀，这害怕是人之常情，不丢人。行了，都用不着黑豹出手，省得大家说大人欺负小孩。这样吧，我再给你最后一个机会，你现在立刻跪下来给我道歉，然后从这儿滚出去！快滚出去！不要影响拳皇杯的开赛。滚出去？那是不可能了。既然你们都只认面具，那好，今天我就报名参赛。我要用拳头告诉你们，拳皇靠的不只是那个破面具，而是力压群雄的实力。李浩，你罗副会长，给他报名。小子，你要考虑清楚，一旦上台，生死难料，即便在台上被人打死，那也是咎由自取。那你们看好了，是谁咎由自取？既然如此，那本次的拳皇杯将由我亲自担任裁判。现在有请第一位挑战者上台，比赛开始。开始吧，拳皇之敌，让我来。上台这么久，连还手机会，就你这种垃圾，
凭什么跟我较劲？要不是黑豹放水，这一拳就能给李浩打残废了。臭老鼠，看你现在往哪躲！裂空抱拳！这是黑豹的必杀技，李浩输了。他呀，今天就算被打死，也是他自找的。黑豹的必杀技在前，还不投降，找死吗？这是！我热身完了，你该下去了。什么？他竟然一拳 KO 了黑豹？怎么可能？他是怎么做到的？拳皇大人，他实在是太厉害了！我什么我？你连一个洗衣服做饭的人都打不过，我的脸让你丢尽了，给我滚！怎么，没人敢上来了？要不你来？你只不过赢了一个地下拳坛的业余拳手，想跟我斗，还早着呢。有请下一位挑战者上台，感受感受奔雷手啊！多亏是奔雷手，出拳迅如疾雷，我连看都看不见。下去吧。裁判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胜者李浩。没想到10年没见，这个李浩还偷偷学点本事，我不能让他再这么嚣张下去，我得想点办法。老副会长，拳皇大人说给李浩一个休息的机会。比赛暂停，李先生，现在是中场休息时间。我用不着休息。李浩，这可不行，这是比赛的规矩，别一会儿你输了又说裁判不给你休息的时间。无所谓，想休息就休息吧。李先生，我是你的粉丝，你今天真的特别厉害，来喝点水吧。我相信你一定是今天的黑马。谢谢。休息结束，比赛继续。大夏拳坛，拳王傅天龙，请指教。我的胸口。比赛开始。难道是刚刚的水？齐伤拳，蹲下。齐伤拳。李浩这是扛不住了呀！这傅天龙可是大夏拳坛4大拳王之一，跟前面的拳手根本不是一个层级，他怎么可能挡不住啊？哼，小子，能接下我这一拳，整个大夏也没几个人。你今天就算是死，也是虽败犹荣。齐伤拳。李浩，我这断脉散足以让一个顶级拳手在几秒内经脉全断。你越是用力，心跳越快，你就会死得越快。我看你还怎么跟我打？李浩，打不过就快认输吧！你挨上一拳，非死即伤。李浩，快认输吧，不然待会儿被拳王打死了，还把擂台给弄脏了。李天俊，你这个卑鄙小人，竟然让人往我水里下毒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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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浩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放肆李浩，自己实力不行还敢污蔑拳皇大人，你简真不要脸！拳皇大人若要对付你，还用得着下毒吗？你这简直就是侮辱拳皇杯，侮辱拳皇！如果再是这样，你信不信我取消你比赛资格？再过2轮，你就该被傅天龙活活打死。到时候谁又会想到你是中毒落败了呢？要怪，你就怪你碰到我。七绝崩拳！傅拳王竟然用出了他的成名绝技——七绝崩拳！
李浩完了。李浩，站前。比赛获胜者是……慢着！你怎么没倒下？不可能，中了我的断脉散，怎么可能靠住傅天龙的绝杀？李天俊，看来你不知道吧？练拳到了我这个层次，已经可以精准地控制体内每一个部位，将毒液排出体外。傅天龙，听他胡言乱语什么？赶紧结束比赛！小子，我就看你还能不能挡下我第二顿攻击。起，杀！寸进，不拳，开天！还有谁？既然没人上来，那轮到你了。我要亲手打死你！这才打了几场，你就想挑战拳皇大人？李浩，你也太异想天开了吧你！异想天开，拳皇杯采用手擂赛制，在擂台上接受拳击精英的挑战，从万人之中站出来，才能成就拳皇之名。他若连比赛都不敢上来，他算个屁的拳皇！是啊，这李浩力压群雄，虽然没打几轮，可是这几轮下来，打的都是大夏国近10年来的拳坛强者呀！是啊，刚刚我还奇怪呢，这拳皇手里就拿着个面具也不出手，他到底是不是真正的拳皇啊？都给我闭嘴！李浩。你能打赢这么多人，的确出乎我的所料。你能忍到现在还不出手，才是出乎我的意料。我以为你多少有点脸皮，没想到打个比赛还这么磨叽。拳皇，既然李浩先生按照规定流程已经手擂成功，那也该由您上台与之决战，否则这传出去，外界还以为我大夏拳坛的拳皇这10年过去，连台都不敢上。我倒是想出手，但是开赛太仓促，还有很多选手还在后场。如果我现在答应了他的应战，那对其他选手简直太不公平了。呀西，大夏拳皇杯可真热闹！有人敢在我大夏拳皇杯闹事？我是空手道第一高手，井上平成，代表西洋拳会来挑战你们大夏的拳皇。井上平成，西洋拳击协会会长。攻守第一人，他怎么会来？平成先生，如果你要挑战我们大夏的拳手，完全可以在国际赛上公平比斗，而不是这样不请自来、野蛮地打伤我大夏拳手。尊严是要用实力来维护的。10年前，若非我闭关，拳皇之名根本轮不到你们大夏。现在我出关了，拳皇的冠冕就该易主了。井上平成，你的父亲是叫井上龙宇吧？你是什么人？跟你有什么关系吗？没什么关系，就是前几年我去你们空手道协会，你父亲向我发起挑战，不出10秒钟，你父亲就败给了我。 10年前，我父亲只败给一个人，那就是拳皇。难不成你是拳皇？我说了我是，可是没人信啊。他才不是呢！真正的拳皇是天俊，在这儿。
没错，我就是大夏的拳皇，我这个面具就可以证明我的身份。我欧弟只认拳头，不认你什么面具。只要你打不过我，哪怕你戴一个皇冠，在我面前依旧是一个。无所谓了，今日你没派出死人，我没派出死人，到最后，谁能站在擂台上，谁就可以斩获全球第一的至尊拳皇之名。你们大夏敢应战吗？北拳欧弟，恭请大夏拳皇跪下来受死！对付你们这群垃圾，我一个人就够了。哇！我的手！啊切！哇！这就是你们大夏的拳手，怎么一个个都这么弱不禁风啊？哎，平川先生，我觉得不用你们3个，就我一个人就能把大夏的这些垃圾全部打趴下。这就是你们的拳手，都看一季，我还是高看了你们的拳手。你们还有3次机会，如果你们输了，从今以后，你们大夏拳击协会就可以解散，你们大夏人就不配打拳。海外拳手都骑到脖子上了，拳皇大人怎么还不出手？拳皇大人，赶紧出手吧，让他们看看，咱们大夏拳皇才是世界第一。李天俊，你拿着我的面具，不敢上台打拳就算了，但是现在国外的拳王已经骑在我们大夏拳坛的头上了，你还像一只缩头乌龟一样袖手旁观吗？李浩，你懂什么呀？拳皇自有他的考量，真正的高手肯定要最后出场。没错，这4位都是海外鼎鼎大名的顶尖拳王，如果不好好安排，就算是拳皇亲至，也不一定经得住他的4轮擂台战的消耗。你就不要瞎扯了。看来你们大夏的拳手和你们的拳皇一样，都是缩头乌龟，根本就不重要。既然这样，你们要是没有人上擂台的话，从今天开始，大夏拳击协会就此解散。我觉得你们大夏这群拳手简直太让我失望了。我觉得甚至就连南边那个小国都能把你们这群垃圾给打趴下。井上先生，我们还是去你的国家打擂台吧。全球第一拳皇绝不可能出现在大夏。要西，慢着！既然这个冒牌的拳皇不敢来，那就我来。你还要干什么？你要是输了，就把我大夏的颜面丢尽了。丢脸！10年前，我们大夏被人嘲笑不会打拳，是我一步一拳将大夏打到了海外，给我们大夏的拳坛打出了未来。李天俊，我本以为你拿着我的面具，能有我一半的心气，可是我万万没想到，就他一个北拳的拳王，就将你们震得半声不吭。既然这样，那我将会用我的拳头打醒你们。打拳是一种热爱，同时也是一种竞技。为什么别人能把拳打出色，而我们大夏却不行？既然你们不敢为拳坛谋未来，那我来！小，简直太小了。宇浩，拳坛不是你一个人的主场，今天你没有资格跟他们对战。他有，只要是大夏拳手，皆有资格上台。李浩先生说的对，拳皇靠的不是这张面具，靠的是实力。平城先生，
挑战继续。罗峰，你给我闭嘴！你只不过是一个副会长，你还没有这个资格决定。罗副会长，我们只有3次机会，如果输了，就没有赢的概率了。不敢打就闭嘴！我们支持李浩先生。这站着吃干饭的，我也支持李浩先生。他用双拳打出了大夏的未来，这就是我们大夏未来的拳魂。请李浩先生为大夏迎战。请李先生为大夏应战。请李浩先生为大夏应战。请李浩先生为大夏应战。请李浩先生为大夏应战。你们都给我闭嘴！李浩上场，万一输了，我们只有3次机会，你们谁负得起责任？只要敢上，就算输了，也比不战而败强。还没打呢就说败了，这让别人看来，我们大夏的拳皇都是孬种。罗副会长，我一个人就可以战胜他们。你闭嘴！这一战关乎我们大夏的颜面，你个业余选手凭什么自作主张？拳皇大人，我恳请出战，为我大夏拳坛出口气。你，拳皇大人，再怎么说，我也是你教导了10年的亲传弟子，在场没有人比我更合适上场。对呀，沈小姐是拳皇亲传，由她上台还是有一定把握的。好吧，雅强，为了大夏拳坛的尊严，你一定要将我这10年传授给你的技巧100%的发挥出来。我相信你啊！好，无论是作为你的爱人还是弟子，我绝不会让你失望。沈雅晴，到现在了，你还认为这个缩头乌龟是你的师傅吗？李浩，该醒的人是你。现在大夏拳坛危难关头，你还在这混淆视听、胡搅蛮缠，你到底是何居心？李浩，我有耳有目，是非对错，谁是谁非，我自有分辨。我用不着你在这胡说八道。沈雅晴，看在你为大夏征战的份上，我再提醒你一次，你这10年来磨练的多为身法和技巧，绝不能硬拼拳术，要靠身法战胜他，才能有机会获胜。用不着你管。大夏拳皇亲传弟子沈雅晴，请战。我看大夏真的是没人了，竟然让一个女人来替大夏打比赛。拳皇亲传，没想到拳皇亲传的弟子居然是一个弱不禁风的女性啊！要不然这个样子，咱们回家里打，我让你知道什么叫做实力。你欺人太甚！如果贬低女拳手能让你得到快感，那你们这群垃圾也不配跟我交手。我们大夏更不欢迎你们这群垃圾。你说什么？好了，欧弟先生，我们是来打拳，不是斗嘴。既然大夏已经派出了人，就和这位女士好好玩玩，要让大夏人知道，他们的拳术就是乐趣。没想到，比赛开始。这也太瞧不起人了吧！打断他鼻梁，叫他重新做人。就是打他，打他！待会儿被我打哭，可别赖我。好啊，宝贝，我先让你一拳，别说我欺负你。哎呀，沈小姐太强了！怎么可能？他的力道怎么这么大，速度这么快？这是拳皇的绝学，只要沈小姐能拿下这场比赛，拳皇大人再拿下2场，这次的比赛就稳了。撒废纸！沈雅晴虽然跟我学了10年拳，但拳力和技巧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，打赢欧弟没有什么问题。可若是碰到太霸，只怕会有点悬。女人，你完了！不好，沈雅晴，赶紧躲开！有。
沈小姐要扛不住了，这欧弟也太猛了吧！大夏拳术，难道真要在这海外拳王面前折戟了吗 ？Son of bitch！ 原来你们大夏拳手都是花架子呀？啊，小垃圾！大夏的拳手不是花架子。沈雅晴，冷静，千万不要被激怒了。注意他出拳时右肩下沉，那就是破绽。虎落深山，潜龙九渊，用内招。沈雅晴获胜！哎呀，沈小姐太强了！锦上平城，看来你带来的这个拳王也不怎么样呀，连我徒弟都打不过，还想跟我？这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我的拳力明明强过你，你怎么可能会打赢我？大夏拳术可不是你能小看的。凭什么？我不服！有本事我们再打一遍！够了，欧弟先生，输了就是输了。难道你想让大夏人笑话我们西洋拳术不讲武德吗？八嘎！我不服！下去吧。雅晴，干得漂亮。那当然，也不看是谁知道的好。沈雅晴，你长没长脑子？刚刚是我教了你，你教的。李浩，我看没长脑子的是你。你以为就凭你刚才在场面嗷嗷乱叫两句，就能让雅晴赢得比赛吗？这场胜负在谁，他沈雅晴心里最清楚。好啊，那我们就问问雅晴。雅晴，到底是我这10年对你的教导，还是因为他李浩在场边嗷嗷乱叫两句，让你赢得比赛的？当然是你这10年的教导呀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愚蠢至极，沈雅晴，你只是光有技巧，如此仓促对战的话，你必输无疑。给我闭嘴吧！用不着你教。雅晴，接下来对战拳霸的比赛，你就按刚才的拳法那样打。记住，以你的身法和技巧，一定可以拿下下一局。错了，拳霸和欧弟不同，他的拳法恰好灵活狠辣，但是拳劲不如欧弟。如果你一味的躲闪和防御的话，反而容易输。这场比赛，你必须放弃你所有的防守，方有一线生机。够了，李浩。沈女士，开打前我有必要提醒你，太霸所使拳术昭昭之名，一旦开始，没有几个人能拦得住他。如果你怕被太霸打死的话，可以提前认输。雅晴能打赢欧弟，自然能打赢太霸。雅晴，记着我刚才跟你说的话，一定不要硬扛。不可。够了，李浩，我知道你是为了大夏拳坛，但是你怎么也比不过拳皇大人的指导。我知道该怎么打。比赛开始。雅晴，不用怕，你身材娇小，有速度优势，找准机会出拳。李浩先生，这事你怎么看？最多再有3拳，沈雅晴就扛不住了。1、2，沈小姐，快躲开！3。雅晴，你在干什么？你的速度与我不相上下，但是你的拳劲技巧比我更强。但是你不敢跟我对拳，否则我不一定能赢你。裁判，宣布吧，他已经倒下了。太霸胜。拳皇亲传居然这么快就不行了，这对手也太厉害了吧！拳皇大人，为什么还不上场？是啊，李天俊，台上倒下的是你一直挂在嘴边的徒弟，你怎么还有脸站在这里？李浩，我怎么安排的，用不着你来管。这种垃圾，
我上去只不过走一个过场。拳皇上场了！拳皇大人，给沈小姐报仇啊！拳皇！排场倒是挺大，不知道你这个大夏拳皇有没有那个实力？你懂什么？等一下你就知道了。比赛开始！你在给我挠痒痒吗？太棒！不要留手，全力以赴！不用你提醒。什么大夏拳皇，我看不过如此。那么牛逼，西洋拳不是很能打吗？进来呀！打我呀！打我呀！还有谁？胜者大夏拳皇李天俊。李浩，看见了吗？这就叫做实力。他们这些西洋拳手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，不管再上来多少个，都是垃圾。是吗？李天俊，如果你真这么有实力的话，为什么让沈雅晴继续躲避防守，而你却听从我的建议，放弃防守了？你说什么？刚刚的打法是你提的建议？有点意思，没想到大夏竟然有上得了台面的对手。李浩，你在这胡说八道什么？明明是我赢了比赛，你连一点力气都没出，还想抢我胜利的我是，你要不要脸？那你就接着打吧，等你打到了决赛再说这样的大话。苍牙先生，该你上场了。苍狼拳会，苍牙，苍蓝拳会的苍牙，他们家族不是从来不参加比赛吗？怎么今天会和井上平成来大夏踢馆？哪来的臭小子，还没断奶呢，就出来打拳赛？就这矬样，一看就不像。狂妄，在我面前说这种话的人，打完比赛的下一站就是火葬场。这样吧，我现在给你一个机会，你跪下来认输，我就可以饶你不死，让你滚出去。李天俊，我劝你这场比赛还是谨慎一点为好，大意的话只会让你送命。既然知道苍蓝拳会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可笑，能要我命的人在这个世界上还没有出生。睁大你的狗眼给我看清楚了，你口中所谓的疯子是怎么被我打成鬼子的？好言难劝该死的鬼。比赛开始。怎么，连进攻也不敢？井上平成，你找来的这个小卡拉米是来充数的吗？不好意思，我实在是对你提不起兴趣。让他来跟我打。你是什么意思？不敢打就别打，临阵换对手，拳坛上还没有这种特例。罗副会长，没关系，他们一定是害怕打不过我，所以想找李浩这个软柿子来捏。不选你，不是害怕，主要是实在不想在你身上浪费时间。你虽然不弱，但是，我只想跟最强的武者打拳。我说你们这些西洋武士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啊？一个家庭主妇，你说她是最强的，你们这些西洋拳手也好不到哪儿去。李天俊，看来你真不知道，有些人之所以没有排名，不代表他不够强，是因为他们从来不参加比赛，但是实力却远超拳击榜单的上限无数倍。想要加入苍蓝家族，世界前10不过只是门槛。什么狗屁苍狼拳会！既然你不出手，我就把你打回去。拳皇大人也太厉害了吧！一上来就把对手给压制住了。是啊。看来这个苍蓝拳会也不过如此，在拳皇大人面前根本就没有还手的机会。就这，连还手的余地都没有，打起来真没意思啊！堂堂大夏拳皇，就这点，太令我失望。还不死？残影！拳
全球还没有哪个人能够从苍牙先生的死亡绞杀中逃出来。罗萨，别愣着了，赶紧给你们的拳皇准备好牲口。小王，饶你不死！你做梦！哟西！苍南拳会的人每天都在和不同的猛兽厮杀，只有真正活下来的人才能够进苍南拳会。当年，苍牙先生和一条10米长的巨蟒进行过死亡绞杀，最终他活了下来，领悟了这项缩技，从此再无敌手。天俊，李浩，你不说你挺厉害，你快救救他吧！打不过认输就行了。我贸然干预擂台，是对拳击精神的不尊重，也是对拳坛的规则不尊重。可是你不救他的话，他会死的。这是他自己的选择，我尊重每一个拳手的意愿。承认吧，你们大夏拳术就是垃圾。看看你们的拳皇，被我们苍牙先生打得像条死狗一样，连个沙袋都不如。再过10秒钟，你的颈椎将被我勒断。我是拳皇，我不了！暂停，快暂停！再打下去会死人的。完了，罗萨，你们的拳皇死定了。我认输，我认输，我不想死，我不想死。你既然是拳皇，就应该站死在擂台上，没有认输这个选项。我不是拳皇，那个面具是我捡的，我真的不是拳皇，你们放我走吧，我认输。什么？究竟是个冒牌货，垃圾，不配死到我手里。李天俊，你刚才的话是什么意思？今天你必须给整个大夏拳坛一个交代。李天俊，你刚说的话是什么意思？今天你必须给整个大夏拳坛一个交代。你可知道冒充拳皇是什么后果？不，天君是为了保密才这么说的。天君，你说是不是？无论是什么原因，只要他低头了，就绝对不可能是拳皇。不管是真是假，你们就剩下一个机会，赶紧派人上去打。打完之后，拳皇之名就不再是你们大夏的了。假拳皇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天君，你为什么骗我？别行，你听我解释。滚！我不想听你解释。陈雅琴啊，我早就和你说过了，只可惜你不信啊。李浩，你得意什么？大夏早就完了。这些西洋拳手踢馆这么久，真正的拳皇为什么还不出来？我一直就站在这里，只是你们不信罢了。都到了这个时候了，你还在这装？你问问他们，谁相信你是真正的拳皇？拳皇只不过是世人给我的一个名号而已。我的真正强或与弱，我无需他人来证明。今日东西方所有的高手齐聚于此，我若是赢了，我就是最强。好一个最强！林浩先生，我代表大夏拳击协会，请您代表大夏拳坛出战。若赢了，我以大夏拳击协会的名义为您证明。用不着，我只是想拿回我自己的东西而已。罗萨，我可说了，你们就剩最后一个机会了。如果输了，你们大夏的拳击协会从此就可以解散了。林浩先生，您可有把握？大夏第一拳，李浩应战。大夏第一拳，李浩应战。希望你能在我手里面活得久一点。为了公平起见，我以这样的形式和你打。你在侮辱我！李浩，你在干什么？这可是生死擂台！管他干什么？他自己要逞能，就算死了也是他咎由自取。那也比你这种冒充拳皇的人渣要强。李天俊，你冒充拳皇的事，以后擂台赛结束，我再跟你慢慢清算。李浩，凭什么？什么好处都让你得了？你给我等着，我绝对不会这么善罢甘休的。比赛开始。这是什么拳法？居然如蟒蛇捕食，连点声音都没有。李浩，这就是你自大的下场。对手可不会因为你蒙了眼睛手下留情。李浩，你真的是拳皇吗？可如果你是，为什么这10年都不愿告诉我？这是苍龙偷空拳呐！10年前的巅峰对决，
拳皇面对强壮于自己数倍的对手，就是凭此一招，才能后发先至，以直拳轰出了恐怖的力量，从而扭转局势，将对手轰飞出擂台。难道他真的是拳皇？苍龙破空拳，拳皇大人说过，这一招得对拳术有着极其深厚的理解，除了他本人之外，也只有千年难遇的天才。你这一拳比我当年遇到的巨蟒力道还要大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你刚刚这拳还没有用上全力吧？学拳，又不是为了杀人，何必弄得你死我活的？学拳不是为了杀人？好，我已经很久没有遇到让我这么兴奋的对手了。你值得我用尽全力。别人只知道我曾从巨蟒中脱身，却不知这10年我曾徒手打死过野猪。今日你是第一个逼我使出苍蓝拳的人，就算输了，也是你值得骄傲的。苍元一拳接近4000磅，他曾孤身一人进入荒野大草原，徒手杀死了野猪王。你们的丽萨再强，还能比野猪王更强？才4000磅，现在的职业拳手超过2000磅的也屈指可数。你们的丽萨将会为他的自大付出惨痛的代价。李浩，小心！罗嫂，游戏结束了，你准备解散大夏拳击协会吧？胜者李浩。废，都是废物。现在只剩下一次机会了，还有能打的吗？我承认你很强，不过也仅仅止步于此吧。李浩，井上平成乃是井上家族的拳术天才。10年前的争霸赛，井上家族本来要让井上平成参赛，只是因为他在闭关，所以才错过了比赛。那他应该庆幸，如果10年前他没闭关的话，他早就被我打死了。丽萨，你的自信我很欣赏，只可惜你的对手是我。丽萨，你说拳术不是杀人技，我不认同。我的拳头是在死人堆里练出来，你的拳头没有见过血，怎么和我比？待会儿你试试就知道了。既然如此，最后一场比赛开！慢着，井上平成，你又要干什么？你们大夏的拳手都是废物，打起来没意思。丽萨，我们井上家族打拳，从来只有一个人可以活着离开擂台。你要和我打，就必须要签了这份生死状。生死状？井上平成，你不是来踢馆的，你是针对大夏。罗副会长，这生死状有什么区别吗？我记得这拳皇杯当中的规则有生死勿论的条例。当然不同了。拳皇杯的规定是为了让拳手们能够彻底发挥出自己的实力，不会畏手畏脚。而井上家族的生死状，两人之间必须有一人彻底死亡才会停止。这哪是比赛呀！我说了，我的拳术是杀人技。李嫂要是怕了，现在退出还来得及。我不强迫别人和我比。是吗？巧了，我也从来不会拒绝别人对我的挑战。李浩，你疯了！签了生死状，万一……没有万一，我的字典里没有输，更不会有死。罗嫂，开始吧。李浩，你干什么？这井上平成可是从死沙中走出来的。李浩，你要不要想清楚？无需多虑，开始吧。比赛开始。这是怪物。不用惊讶，平成先生的力道足有万磅，只要中一拳，他就得输。
是吗？那正好，我也不用收力了。我这李浩的衣服竟然重达100斤，100斤重，这么多年，他居然穿了这么重的衣服。这原来一直是李浩在家穿的衣服。想来这10年，我从未为他做过一件事，甚至连一件衣服都没洗过。如果早被我发现，就不会被骗了。李嫂，现在像你这样强迫自己锻炼的人的确不多了。但是，你想仅凭这样就可以打败我，那你就大错特错了。能不能赢，你试试就知道了。鬼影噬心拳。要洗，有点相似。不过这只是个热身，接下来我会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做真正的杀人技。秀，王，秀，是。雪狼绞杀，精准控制拳风，使其形成刀刃般的拳劲。一旦擦破其动脉，只有死路一条。这可是井上平成先生的必胜绝技。杀人技好啊！李浩，等你死了，雅晴就可以乖乖的跟着我了。我说了，我的拳术是杀人技，你赢不了我的。是吗？当年你父亲也是这么说的。什么？我父亲？没错，你父亲当年使出这一招的时候，的确给我增添了很多麻烦。不过跟我的形意拳比起来，还是差了太多。不可能！我井上家族的杀人技，那是全球最强的。既然你不信，那我就让你看看龙拳。招式能被模仿，但拳皇的龙拳那独是绝学。李浩，你竟然会龙拳！神龙摆尾。精彩啊！真的是太精彩了！10年，整整10年，我终于再次看到龙拳现世啊！龙拳，这不可能！李浩竟然会龙拳，这才是真正的龙拳。为了这一击，我苦苦修炼拳击，没想到我的偶像居然陪了我10年，却没想到被我在最后的关头，却被我毁了。不可能！我知道你们大夏的形意拳，那是观摩动物打架所学来的拳法。你的龙，你怎么可能真正的见过龙？龙，乃即诸兽之长，是万千生物融合之象征，更是大夏之魂。为创此招，我遍研百兽拳法，融会贯通，方成龙拳。你就算会龙拳又如何？我是绝对不会认输的。这是雪山狂暴，通过对身体机制的控制，激发肾上腺素飙升。什么？这跟用药有什么区别？有，禁药违规，而这招只影响潜力，却不违规。李嫂，今天我们2个只能活1个人，大夏拳击协会必须解散。我现在感觉不到疼痛，强得可怕。
怎么会这样？大夏拳坛难道真的要被西洋拳会踩在脚下了吗？好，等李浩死了，我就可以东山再起了。你们大夏人根本就不会打拳，只有西洋拳会才是世界最强。我要把你们大夏踩在脚下。有时候感觉不到疼痛，未必是一件好事。说什么？你感受不到疼痛，自然不知道现在身体状况已经成什么样子了吧？你竟然在这种情况下还这么冷静！你的肋骨已经扎入肺部，如果再打，即便是我不出手，你也必死无疑。井上平城，收手吧，你输了。不行，井上家没有认输的拳手，只有战死的拳手。你的血杀狂暴已经结束了吧？那又如何？井上平城，时代已经变了，现在的拳术不是为了杀人而生的，它是一种向上的艺术。你们这样下去，固然会变得很强，但是也会将你们引入末路。可是我们签了生死状，那又如何？生死状，有死就会有生。我不杀你，你便可以活。父亲，井上家族从来没有人输着走向擂台，你这样做是给家族蒙羞。平城，通过这次的全球拳皇大赛，让父亲明白一个道理：打拳其实也可以不用为了杀人。父亲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井上家族100年的规矩就要断送在你的手里了吗？不，是要从你这里开始开创井上家族新的拳道精神。如果有一天你能有幸遇到那个人，你就会明白我的意思。不可能！你不要为你的懦弱找借口。我知道，打败你的是一个大夏人，叶德昌。等我闭关出来，我要将大夏拳坛彻底踩在脚下。父亲，我好像遇到你说的那个人了。不行，不是生死战吗？怎么能握手言和呢？李浩，我今天必须让你死！不好，有人偷袭！不好，有人偷袭！竟敢在拳皇杯上偷袭！来人，给我关闭大门，任何人不准进出！快！魔副会长，他的状态不对。死！得去死！井上平城，你要干什么？你已经输了。井上签了生死状，不死人，比赛是不会结束的。你们，罗副会长，他中毒了，现在已经神志不清，把人找出来，把解药找出来。好，李浩，你千万小心。李浩，你死定了。李景阳变大了，大夏拳术不值一提，只有井上家族才是世界第一。去找解药，你们上去帮忙抓住他。我来。苍阳，这里是大夏，你这是违反拳坛规则。那又怎样？你们大夏人偷袭井上平城，这笔账还没跟你们好好算呢。对呀，不管是偷袭也好，还是中毒失去理智也罢，只要他李浩死了，你们大夏依旧没有资格被称为拳皇。可恶！李浩，你若是能打败这种状态下的井上平城，那我们整个西洋拳会就承认你为世界最强。那要是打不过呢？打不过就去替李浩收尸。
只要他李浩死了，大夏就无缘拳皇这个称号。哼，妇人之仁，根本不配当拳皇。李浩，太令我失望了。李浩，不要再留手了，这么下去，你们两个都得死啊！罗峰，接下来我不会留手，5分钟之内你找不到解药，我就会杀了他。李浩，你错就错在你不该救我。既然我没死，那么该死的人就是你。等你死了，我就是大夏的拳王。天顺，原来是你背后搞的鬼，你为什么这么做？夏晴，听我解释啊！你觉得你现在说话还有可信度吗？把解药给我，我救李浩。李浩，又他妈是李浩！10年前你就选择李浩，10年后你还选择他。亚晴，这10年我已经很努力让自己变得很强了。你为什么你还要选他？亚晴，你不是想学拳击吗？我也可以教你的啊！天运，你以为我是因为喜欢打拳才喜欢拳皇吗？10年前，大夏被海外拳坛踩在脚底下，连普通联赛都无法参加。是李浩隐姓埋名，一步步从大夏打到海外。我喜欢的是他那种大无畏的英雄，而不是你这种小人。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把解药给我，我还能替你说情。至少我……既然你们不让我活，大家都他妈别活了！你干什么？亚晴，你既然为了李浩打我，我告诉你，没有解药，井上病症就是一个毫无感觉的杀戮机器。我就是要看着李浩被他的对手杀死，这就是你们得罪我的下场。李晨俊，我原以为你只是嫉妒李浩，没想到你就是一个如此恶心、内心肮脏的小人。就算没有解药，李浩也能凭借他的实力一下之中锦上添花。到时候你所做的一切都会为之所付出代价。不该我！放了你，你们放得过我吗？我就是要看着这10年给你当牛做马的家庭主妇李浩，会不会为了你而死？去死吧！这是人吗？井上家的秘术本身就能降低身体疼痛，要想阻止这种状态下的井上平城，那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杀了他。不过你们大夏拳坛真的能够抵挡住井上家和整个西洋拳会的怒火吗？引起西洋拳会和大夏拳坛的冲突，对你们有什么好处？那又如何？你们大夏已经在短短的几年之内组建起来了拳击协会，现在更是出现了你这种天才。如果你死了，大夏拳会至少会停滞20年，整个全世界的拳击协会只有我们西洋拳说天下。是吗？你们真以为我没有办法制止他吗？那你倒是试试呀，李浩。我说过，你要是能制止这个状态下的井上平城，那你就绝对称得上当今世上的最强拳皇。龙翔9天，这龙翔9天，龙拳的终极奥义。李浩，住手！不然我杀了他！李浩，你马上停手，不然我杀了他！李天俊，你动他一下试试，有什么事冲我来！你现在知道怕了，我给你个机会，你现在认输，不然我让他血溅当场！李
天俊，你疯了吗？这里是拳皇杯的现场，不是你撒野的地方。罗峰，你给我闭嘴！今天李浩必须死，天王老子来也留不住他。李天俊，你敢动他一根汗毛，我让你在大夏没有立足之地。我给你3秒钟，你要么放了井上平常，要么你自残。李浩先生，李天俊已经疯了，你赶快处理完井上平常，大夏拳坛不能没有你啊！李浩，你再敢动一下试试！住手！李浩，你别管我，你专心打败井上平常，大夏拳坛的未来不能毁在我的手里。现在事关重大，你不能分心，不然大夏拳坛的心血就毁了。若是为了一场比赛，我就眼睁睁看着你死，那我这拳皇也太不够格了。好啊，李浩，既然你想做大夏的英雄，我就给你这个机会。我数到3，如果你不肯认输，他必死无疑。1，这个世界上可没有后悔呀！李浩，不能被他牵着鼻子走啊！大夏拳坛不能没有你，你若放弃，大夏在整个世界拳坛就抬不起头了。是啊，李浩先生，不能因小失大。这李天俊明显就是疯了，你别理他。李浩，你剩的时间不多了。李天俊，你别乱来。李浩，你听我的，为了大夏牺牲我不算什么，而且这是你的使命，也是我的选择，对不对？不行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死。李浩，你还是在乎我的，对不对？我们还有可能，对吗？陈亚强，你真恶心！都这个时候了，还想着复合？之前是我无知愚蠢才听信了你的话，误会了李浩。这10年你对我的好，我都看在眼里。在我死之前，我还能知道你是在乎我的，我已经知足了。你别自作多情，我就是不想活在你的阴影里。过去的事情我不想再提。你说什么？沈亚强，你听见了吗？他根本就不在乎你，他马上打赢了比赛就成为大夏的拳皇，你觉得你配得上人家吗？啊！3，如果你再不认输，他必死无疑。我不会放弃比赛，我也不能眼睁睁看着他死。好，那你就别怪我心狠手辣。李天俊，你敢动他一根汗毛，我让你生不如死！李浩，你不能被情绪而左右啊！李天俊已经疯了，但你得冷静啊！李浩，你得冷静点，一定有2全其美的办法。虽然现在有点棘手，但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。再有2轮，李浩就坚持不住了。你们大夏拳手果然都是妇人之仁，优柔寡断，成不了气候。有了，我或许可以利用井上平成的攻击，来个借力打力。李浩，你还在这装模作样，我今天就要看看你怎么救他。井上平成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！这场闹剧该收场了。李浩，大夏的拳坛就靠你了。李浩，我们相信你，加油！井上平成，我在最后警告你一次，我这次不会收手了。好，你再不放弃，沈亚青就没命了。李浩，别管我，动手啊！还在这叫，老子成全你！有了，这个角度，这个时机刚好可以，就是现在。李浩先生这是要干什么？这个招式，苍龙破空拳。好一招隔山打牛，妙啊！立刻把他给我抓起来！李浩，沈亚晴，你怎么样？对不起，这10年我从来没有关注过你，就连你有这么强的实力，我都没有发现。你能不能？拳皇大人，我代表拳皇杯所有的参赛选手向您道歉。此次过后，我将辞去拳击协会副会长一职。罗副会长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苍龙破空拳或许有人能模仿，
但苍龙破空拳的气劲却只有拳皇能够打出。时至如今，拳皇却迟迟未曾出现，而只有李浩先生打出了拳皇的专属拳劲。那结果只有一个，李浩先生就是拳皇。对不起，拳皇大人，是我有眼无珠，听信了小人的谗言。罗副会长，这10年来我从未露面，更没有打算回归拳坛。今天突然回归，你没有准备，这不怪你。李浩，不，拳皇大人。所以说，我跟我最崇拜的偶像相处了10年，甚至他每天都教我打拳，我却从来没有发现。难怪你当初离开的时候那么难过。拳皇大人，你可以原谅我吗？沈雅江，这10年来，我用尽一切去爱你，甚至就在昨天，我还想向你坦白身份，重回拳坛。可是没想到，他李天俊只是剪了我的面具，你就轻易放弃这10年的感情。沈雅江，从我昨晚离开家门那一刻开始，你我就已经一刀两断。沈小姐，比赛已经结束，请你离开赛场吧。臭不要脸的女人！10年前，拳皇大人为了你放弃了拳坛，而你却狗眼看人低，要跟他离婚。李先生的拳术和眼见，我佩服。比赛结束后，我会回去把今天发生的所有事情汇报给全会。从今日起，你就不仅仅是大夏的拳皇，而是当之无愧的世界拳皇！拳皇！拳皇大人，既然比赛已经结束，那……不，我重回拳坛，不只是为了回归这件事，还有其他事情。对了，我之前听新闻有个报道，拳皇大人比武招亲，也就是说，只要我在这个擂台上站到最后，我就有机会和李浩复合。李浩，这比武招亲，我能不能参加？我说了，拳皇杯任何人都可以参加，但是你觉得你现在这个状态还能站到最后吗？就算是你站到最后，你觉得我会娶你吗？不，这比武招亲我必须参加，我不会放弃这最后的机会。沈雅江，掂量一下自己的本事，别自讨苦吃。我跟你学了10年的拳法，论自信，我比这大夏所有的女拳手都要强，我才是适合站在你身边的人。大夏哪个女拳手不是你这样想的？拳皇，我喜欢你很久了，今天鼓起勇气向你求婚，你愿意娶我吗？这不是大夏顶级世家苏家大小姐苏雅晴？苏小姐，您今天过来，苏老知道吗？当然知道，包括刚刚在这里发生的一切，他也全部知道。像拳皇大人这样有大格局的人，正是我爷爷最欣赏的，也是我最崇拜的男人。起来吧。苏清雅，你不过就是一个千金大小姐，论武力你比不过我，这论感情，我和李浩有10年的感情基础，你怎么比得过我？未必，我从来没说过比武和招亲我要放在一起，既是比武，也是招亲，但是我最后娶的人未必是获胜的人。苏清雅，昨天我没有骗你吧？当然没有，不过我真的没想到，昨天救我的人居然是拳皇大人您本人。有个小女人长得挺不错，别花钱了。哎，你敢打我大哥是吧？哥，干什么啊？啊，干什么呀？干什么呢？喂，没事吧？谢谢你。10年前，我跟你也是这么相遇，你为什么？苏清雅，我问你个问题：如果现在我不是拳皇，你跟我在一起了10年，但是10年之后，拳皇要找你结婚，你会怎么做？我会继续选择跟陪伴我10年的人在一起。我对拳皇大人是崇拜，但并不是盲目的追求。
追求理想固然重要，但是远远比不过陪伴了我10年的人。很好，你的回答我很满意。李浩，你还满意他说的？我跟你在一起10年，我还比不上他是吗？我今天要向他挑战。苏清雅，今天你若是赢了，我就主动退出；如果你输了，你就不配嫁给拳皇。不必了，我接受挑战。拳皇大人，我崇拜了您10年，已经不是新人了。再说了，我也不能坏了您立下的规矩，让拳皇成为一个失信的人。好，既然如此，那我就再做一次裁判。2位，请。苏清雅，我今天要让你知道，跟我抢男人是什么后果。我知道你跟拳皇大人学拳10年，我又何尝不是日日观摩？学拳至今，我不会轻易认输。就这点能耐，还想跟我争男人？沈雅晴跟我学了10年的拳，尽管没出师，但也学到了5成。苏清雅，别勉强了。拳皇大人，你放心，不会让你失望。分心这样能力还敢跟我比？原来是这样，我懂了。我看你还能撑多久？你的招式我也能学会，学的再像也比不过我。现在轮到我了。哼，有点本事，但还不够。我不会让你再占上风了，我绝对不会再让你赢了。神龙摆尾，神龙摆尾。什么？居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，难道他真的？不可能，我10年都没学会，你怎么可能这么快就学会了？我说过，我不会轻易认输，更不会坏了规矩。这10年来，我整日都在研究拳皇大人的招式，为的就是有朝一日能够见到他，让拳皇大人多看我一眼。怎么可能？拳皇大人根本就没有指导你，你怎么会？拳皇大人亲自指导你又怎样？整整10年，你的眼神一直在那个面具上。拳皇大人明明在擂台上展示了那么多次专属于他的招式，你却宁愿听信他人的谗言，也不愿意相信自己的拳头。这样的你，又怎么可能打得赢？不，我没说，我没说，我还能来。沈雅晴，你已经输了，别再自取其辱了。李浩，我们10年的感情，我就比不过他吗？沈雅晴，我已经给过你机会了，但是你昨天让我离开家门那一刻开始，我们就彻底了断了。就是不知道你介不介意？我盼这一刻盼了10年，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，我们一起向前走。我10年的感情，朝思暮想的男人，居然被我亲手干戈。沈小姐，既然比赛已经结束，那请您离开赛场。我彻底输了。谢谢你，愿意选择我。我愿意相信自己的感觉，我愿意相信你。苏清雅，希望你不要重蹈我的覆辙。你放心吧，我不会的。那就好。等一下，李浩，你是不是舍不得我？苏清雅从今天开始就是我的未婚妻，以后也会是我的妻子。我们会一起为大夏拳坛，为世界拳坛创造更多的辉煌。你作为我曾经的徒弟，不应该留下来参加我的婚礼吗？恭喜拳皇大人觅得佳人，相信以后在2位的带领下，拳坛
将走向新的时代。谢谢，我也会为大家创造更多的辉煌。今日是拳皇您的回归之日，也是您的大喜之时。我谨代表大夏拳坛为您送上最真挚的祝福。未来，我们一起走。